地上的这些东西啊，这个是沥青，有2600年历史的沥青，现在依旧历历在目。在这块砖上面还有狼的脚印，2000多年过去了，这块砖依旧还在，这个脚印也依旧还在。伊拉克算是截止目前我去过的国家里很特殊的一个。在旅游攻略网站上搜索目的地国家伊拉克，网站告诉我，世界那么大，搜点别的吧。既然世界那么大，没有伊拉克怎么算完整？4大文明古国之一，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我必须去看看。记得第一次听说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是在周杰伦的那首《爱在西元前》啊。今天我就来到了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大的一个遗址——巴比伦遗址，进去看看2000多年前的人类的文明到底有多辉煌。刚进入巴比伦遗址，我就被眼前这条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路震惊了。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人类使用沥青的遗址。这一条路啊，就是巴比伦这个古城里面的一条老的大道，就相当于是咱们现在的城市里面的一个主干道啊，进行一些大型的庆典活动的时候都要走这条路。但这个路并不是重点啊，这边地上的这些东西啊，它并不是那个泥巴啊，这个是沥青，有2600年历史的沥青，现在依旧历历在目。2600年前啊，古巴比伦人就开始使用沥青作为建筑材料来铺路，而且至今有一部分依旧是清晰可见的。现在来到这儿哈，我们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些城墙的一些细节，这些砖啊，其实就像咱们以前哈一些咱们国家以前老的建筑的砖也是差不多的，但是他们这些2000多年前的东西都能够保存下来，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要得益于这个就是沥青了。这沥青就是涂在这些城墙的表面上，能让这些古老的砖哈在这么多年间起到一定的防水的作用。这是一个古老的一个城墙的一个城墩啊，我们现在能看到它这个里面的那个粘合面，每一个粘合面上每一层都有这个沥青的痕迹。这个沥青它可能也不是仅仅用来涂这个砖的这个外侧啊，来保护它防水啊什么的，在可能也一定程度上它会作为一个粘合剂，类似于水泥啊之类的，把它们这个砖砖跟砖给联合起来，所以这么多年了，它依旧也非常的稳固啊。在巴比伦，随便一处不起眼的遗迹，都有可能是改写世界人类文明史的重大发现。在这个城墙这儿啊，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这个就是这个小的门洞啊，看上去非常的低矮，可能就1米不到1米的样子，几十厘米高啊。其实它这个是以前的一个门洞，真正的高度它肯定是不止这么高的，因为现在古巴比伦的地下遗址部分还有很多是没有进行发掘的，这个门洞应该正常的高度至少有2米啊，所以说在这个的往下面，这个城墙还有很高的部分都是隐藏在现在的土地之下。这个下面的这一部分是旧的，就是真正的遗址，老的东西。上面的那一部分轮廓分明的一些砖啊，垒起来的那个是萨达姆时期给重建新修复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一半新一半旧的。两河平原地势非常平坦，没有高山，在古时候哪怕是修建皇宫，也几乎不使用石头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而是多用土砖，所以它们外形看上去都比较单调。但是古人的智慧却能让这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土砖也能玩出花样。其实最令我惊讶的是他们这边的这个浮雕这个浮雕它是远看看不着，近看你能发现它其实很精致，它是在一些用砖砌的这个墙面上能够把砖烧制成一块一块的小的图案，能够拼起来的一个浮雕，这个是非常精美的。这个城墙的外壁上有这么一个图案，很有意思啊。初看上去它是一个四不像，其实呢它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一个图案啊。它的头呢是龙头啊，身子呢是鱼，
它的前腿是狮子，然后后腿是鸵鸟，它的尾巴是蛇。它们这个图案呢，就是代表了整个巴比伦王国各个方位东南西北的一些物产，比如说有的是生活在沙漠，有的生活在大海，有的生活在水里面，有的生活在山上，代表了这个巴比伦所统治的领土。而且它的头的方向是朝着那个我正前方，像在以前就是那个方向就是国王走这条路的时候走来的一个方向，它就代表了各方的神兽在迎接这个国王。这个我正在这儿这个城墙这里玩然后这边当地的一个姐姐把她的小孩抱给我了，说想要跟我合照一张我这抱的也不知道标不标准这一块砖上这个是他们就是以前巴比伦的国王的签名，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看到以前的文字就是叫楔形文字，这个就是最古老的一种文字了。Upper gate, upper in Germany this is upper blue for happiness. Yeah. 这个就是我们进大门时候那个蓝色大门的真正的这种外墙的颜色它这个是做的一个釉面，是很光滑的这个颜色非常好看的这种蓝色，2000多年依旧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很多完整的这种砖块是保存在德国的一个博物馆里面，现在看到的都是复刻的。现在的这种，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那个进来的大门的精细程度远远不敌这个原始的这种状态。在这个砖的表层烧制出了非常光滑的这种蓝色的釉面，这个釉面现在摸上去都有这种瓷砖的那种质感在2000多年前都使用的应该是矿物原料来进行的一个着色，所以说这个颜色经过了2000多年的历史它依旧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改变，依旧能看出这个颜色是非常好看的。2000多年前这个巴比伦的文明真的是非常辉煌。这是一块老的这个城墙砖就是我们身后看到的这种砖，现在只能看到一个剖面一个侧面，这就是一整块砖的大小比咱们中国像传统的那种土砖那种红砖的大小要大得多。这个中间呢，其实这是一个楔形文字，记录了这个城墙的一些信息。这是一块比较小的砖这块砖上除了有这个古老的楔形文字古老的人类留下了痕迹之外，还有古老的狐狸留下的一个脚印，就相当于这个砖还没有干透的时候，有一只调皮的狐狸来留下了它的一个小脚印2000多年过去了，这块砖依旧还在，这个脚印也依旧还在。当然还不止这个狐狸在这个砖上留下了它的脚印然后在这个砖上面还有这个脚印这个脚印明显不一样，这个是狼的脚印。Can you see the finger for wolf? Yes， 跟这个狐狸的脚印的形状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这眼前这一片都是这个2000多年前的那种古老的砖在他们这儿其实并没有刻意的特别的把它们给保护起来，而是这种摆在这个城墙的前面，让游客可以近距离的去触摸去感受。当然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利有弊的对于咱们来说在国内我们看到的这种文物都是被精心的保护起来，咱们可能只能隔着那种玻璃罩子去看它去了解它，但在这儿呢，我可以亲自上手去摸一下2000多年前的这个狐狸留下的痕迹，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奇妙的。这是一个古老的一个罐子应该是一个容器，一个陶器的一个碎片，但是这里头也有很多的碎片都散落在这个废墟里面了，现在已经看不到它本来的形状了，所以呢也没有人去收集它，也没有人去打理它，就这样随意的就扔在这儿了。在巴比伦这样一处世界级的遗址，每天前来参观的游客非常稀少，对于少有外国人到访的伊拉克来说也实属正常。正因为游客数量少，管理并不严格，才有这样珍贵的机会近距离的触摸感受这一切。这个就是城外现在唯一保存着的这个一个2600年前的一个狮子狮子在那个伊拉克的文化中是非常崇尚的，它是象征着力量，象征着强大萨达姆也把狮子作为他个人的一个形象的一个符号。2000多年前的那个狮子现在头已经不见了，但是从身子上能够看得出大概的一个形状，从侧面呢能看得出来这个雕塑的一个含义就是个狮
狮子在上面，底下有一个人的形状哈。这个狮子的腿啊，特别的粗壮，特别的有力量感，把这个人啊死死的压在了爪子的下面。虽然这个雕塑的形状是比较的简单，但是呢，依旧能够读出它里面的这个含义来。我刚刚看到这个小哥在这里清理这个墙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被损坏了，他在细心的把这个表面的浮灰都全部都给去掉，然后用这个泥巴啊把这些地方给修补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材料啊、特殊的工艺，就是按照比较老、比较传统的方式啊，给它给糊上去，把那个缝隙先给它填补起来。这个城墙里面啊，就是一些大臣们啊工作的地方。在这个城墙外面啊，这一圈呢，像迷宫一样的，它其实也是一个城墙。这个地方设计出一个迷宫一样的一个阻拦性的一个围墙，让敌人如果是进来了，也不能很快的出去，能够很大限度上的拖延这个敌人的时间，能够让墙里面的人做好防御性的工作。敌人来了怎么办？在很多大型古迹中都会流露出古人深深的忧患意识，而古巴比伦的消失、新巴比伦的没落也都与战争有关。这面墙呢，就从外表上就能够很简单的能看出，它这个就是新修的一面墙。很有意思的是，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些老墙一样，中间也镶嵌了这么一块记录这个修建信息的一块砖。这个砖上面的信息呢，就不是以前古巴比伦国王的名字了，上面是萨达姆的名字。因为这些墙的修复时期呢，就是萨达姆统治的时期。萨达姆也想把自己的名字啊，就像这个古巴比伦的遗址一样流传下去，所以说在这上面也留下了他自己的名字。距今5000多年的古巴比伦时期，令人惊叹的空中花园、通天塔早已在历史的烟云中消失殆尽。如今能看到的仅仅是距今2600多年前的新巴比伦时期留下的遗迹，他们在无数次的战争中受尽摧残。萨达姆时期大规模的恢复性重建，也其实是破坏了它的风貌与考古价值。The Americans stay here 2 years because see the women taking piece like this. Yes. Piece by piece in uniform. Yeah. He say this is history Iraq, no history American. Tomorrow I see military police and they bring me here in the present and put on the chamber no light. Dark. 就美国跟伊拉克打仗那段时间哈，美军侵占了这个巴比伦2年的时间，然后我们那个向导呢，就是也为这件事情也付出了他的代价，因为那段时间就有当地的人民进行一些抗议啊，说这个巴比伦是伊拉克的，不是美国的。然后这个咱们的向导也是参加了抗议游行，也曾经被那个美军逮捕了，就是 difficult now open problem. 他现在就是这个心脏这些也受过伤哈，所以他现在心脏这边也是有一定的问题，所以是这个巴比伦的遗址在战争中哈，在历朝历代的战争中都会受到一些损毁，所以现在看到这种状况，可能也就10%哈，可能低于10%的一个状态是原来的真正的老的东西。游览完巴比伦遗址，心情十分复杂，既兴奋又失望。兴奋是因为它是支撑我来伊拉克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巴比伦遗址的风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失望是因为它确实太没落了，天灾与人祸让巴比伦支离破碎，风采尽失，与巴比伦有关的太多未解之谜也许永远不会石破天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就是巴比伦的宿命。现在就在巴比伦城的边缘哈，能够看到那边的那个比较新的一个很气派的一个宫殿，那个就是萨达姆在这边修的一个行宫。